擊手就這麼被淘汰了？最近外媒震驚了，因为他們發現中國軍隊的新型步槍武裝無人機居然可以在100米的距離內百發百中。要知道培養一個狙擊手多難啊，中國居然就可以批量製造了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最近，南華早報披露了一個重磅消息，中國悄悄完成了一款特種作戰無人機的實彈測試。說出來你可能不信，這款裝備不走尋常路，它不掛那些花裡胡哨的特制導彈，就穩穩架着一把部隊現成的標準步兵突擊步槍，一開槍精準度直接拉到了讓人嘖舌的地步。這可不是民間作坊瞎鼓搗的玩具，背後站着的是武漢高德、紅外和中國陸軍特種作戰學院實打實的軍民協同研發，相關的研究成果早就登在了《火炮發射與控制學報》上，從圖紙設計到實彈打靶，全程都是軍方手把手主導，絕不可能是中看不中用的實驗擺設。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不走尋常路，外國同類武裝無人機要麼掛小型導彈，要麼裝置特制機槍，唯獨它直接掛部隊現成的標準步兵突擊步槍，彈藥還能和步兵通用，徹底解決了特種武器後勤補給麻煩的問題。光有接地氣的設計還不夠，硬實力才是硬道理。這款無人機的實彈測試數據說出來能讓人驚掉下巴。在10米高度懸停、100米距離的條件下，它對着50厘米乘50厘米的人形胸部靶標發射20發單發子彈，居然實現了100%命中。更離譜的是，其中一半子彈都落在了11厘米的半徑內，這個精度相當於精準命中頭部，堪比資深狙擊手的水平。即便是在50米距離的測試中，也打出了20發19中的好成績。研發團隊特意說明，唯一一次未命中是彈藥本身的誤差，和無人機系統毫無關係。可能有人會覺得100米的射擊距離不算遠，沒什麼值得炫耀的。但如果你了解一點實際情況，就知道無人機在空中飛行本就會受到氣流的干擾，掛着步槍射擊時，子彈的後坐力還會進一步影響機身穩定性。雙重干擾下還能保持如此高的精準度，背後的技術水平絕對是全球領先。要知道，普通士兵想練成神射手，沒個幾萬發子彈餵出來，根本不可能。就說正在打的俄烏衝突，從雙方實戰統計和西方軍事智庫的復盤數據來看，平均要消耗800到1000發子彈才能擊倒1名士兵，更別說普通士兵單兵攜帶300發子彈就已經筋疲力盡，往往子彈打光了都未必能擦到敵人的邊。這麼一對比，這款無人機的戰場價值就太突出了，不用耗時間練士兵，不用浪費海量彈藥，抬手就能實現精準打擊，效率直接拉滿。當然，能做到這份上，關鍵就在掛載系統上。研發團隊重新設計了步槍的固定結構，把步槍和光學傳感器牢牢鎖在一起，最大限度減少了無人機飛行時瞄準攝像頭和槍管之間的細微晃動。別小看這一點點晃動，在空中環境裡，一絲偏差落到地面上，可能就是幾米的誤差，直接導致子彈脫靶。這個看似簡單的設計，恰恰是這款無人機精準射擊的關鍵。說它是畫龍點睛也不為過。對比國外的同類裝備，中國這款裝備的實戰價值就更突出了。比如國外有名的黑蜂微型無人機，只能做偵察工作，裝了高清攝像頭和熱成像儀，卻沒法搭載武器，遇到敵人只能乾着急。美軍的武裝無人機倒是能實現火力打擊，卻嚴重依賴特制彈藥，成本高得離譜，根本不適合大規模實戰。而中國的這款無人機剛好補齊了國外裝備的所有短板，做到了攻防一體，還兼顧性價比。步兵步槍的彈藥成本本就不高，後勤補給又方便，部隊列裝後不用額外投入資金研發生產新彈藥，大大降低了裝備的使用和維護成本。在實際作戰中，它更是能適應多種戰場環境，不管是山地戰還是城市巷戰，都能成為靈活的空中火力點。在城市清剿行動中，它可以飛到樓宇之間，對着窗口後的目標精準射擊，不用士兵冒險突入樓宇，大大降低己方的人員傷亡。在山地偵察時，一旦發現敵方哨兵，不用呼叫後方火力支援，無人機可以直接開槍處置，快速又隱蔽，有效提升特種作戰的效率。當然，
實事求是地說，這款無人機目前還存在一定的局限，現階段只能支持單發射擊模式，看得出來還處於實驗優化階段。不過按照研發的節奏，後續大概率會升級連發射擊功能，進一步提升裝備的火力持續能力。但即便只有單發射擊模式，也完全能滿足特種作戰的精準打擊需求，對付單個目標綽綽有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研發方之一的武漢高德紅外本身就有雄厚的軍工基礎，長期為軍方提供紅外成像制導裝備，在光學傳感器和武器集成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，再加上和陸軍特種作戰學院的深度合作，直接對接實戰需求，研發出來的裝備自然貼合戰場，好用耐用。這款無人機的出現，本質上也是中國特種作戰理念的升級。未來的戰場不再是單兵和重型裝備的硬拼，而是小型化、精準化、靈活化的體系对抗。無人機也不再只是單純的偵察工具，而是成為能直接參與作戰的核心節點。空中的無人機表現亮眼，地面的機器狗也不甘示弱。最近央視曝光的武警堑壕戰演練畫面，直接讓網友們眼前一亮。在武警第2機動總隊某部的演練中，機器狗居然扛着突擊步槍衝在最前面，妥妥的實戰化配置，也意味着中國的地面無人作戰裝備已經正式走向實戰應用階段。其實這幾年，解放軍裝備的機器狗種類和數量都在不斷增加，對機器狗的玩法也越來越多。此前官方的公開報道中，還能看到把爆破筒綁在機器狗身上，將它作為自爆機器狗使用的畫面。簡單來說，所有原本由步兵執行的危險程度比較高的任務，現在都開始逐漸交給包括機器狗在內的各種無人作戰裝備來執行。而武警此次讓機器狗扛槍參與堑壕戰演練，背後的考量其實很深遠，尤其是在俄烏軍事衝突爆發之後，武警部隊關於堑壕戰演練的官方報道明顯多了不少。這也說明堑壕戰在現代戰場上的重要性再次提升，而且現階段堑壕戰的作戰難度已經遠超傳統的室內 CQB 作戰。原因其實很簡單，一方面室內 CQB 作戰好歹還有房頂的保護和遮蔽，而無人機視角下的堑壕戰就是毫無遮擋的2維平面，士兵很容易被掷彈型無人機和自殺式無人機盯上。想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最好的辦法就是用无人化對付无人化。你用无人機打擊我的士兵，那我就直接讓機器狗扛着槍打堑壕戰，從根本上減少人員暴露的風險。另一方面，即便沒有無人機的參與，堑壕戰本身也充滿了危險。最恐怖的不是對方步兵手中的步槍和機槍，而是對方扔過來的手雷，以及隨時可能出現在堑壕內的爆炸物，這些都讓士兵的作戰安全面臨巨大威脅。而讓機器狗這類無人設備衝在前面，就能有效降低這方面的傷亡。扛着槍的機器狗和綁着炸藥的無人機相互配合，基本上就能實現對堑壕戰的有效管控。在未來的作戰中，解放軍步兵無論是野戰部隊還是武警部隊，主要任務大概率就是跟在這些無人作戰裝備的身後，進行戰場清掃就可以了。這無疑會大大提升步兵的作戰效率和生存概率。這套無人化的作戰模式，說簡單也簡單，說複雜也複雜。說簡單是因為只要手頭上的機器狗性能和產能都達標，就可以直接投入實戰使用。但如果機器狗的性能不行，數量又跟不上，想玩這套作戰模式就是難如登天。這一點看看隔壁日本的情況就知道了。日本號稱陸上自衛隊最精銳部隊的第1空挺團，在新年跳傘演練中展示的美制 Vision 60機器狗，還只是最基礎的偵察版本，連火力打擊能力都沒有，和目前解放軍使用的能扛槍衝鋒的機器狗相比，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。更關鍵的是，日本這款機器狗還是純進口的，一共就買了6隻，每隻的價格高達26萬美元。搞不好在日本指揮官的眼裡，這些機器狗的價值比士兵都高。反觀中國，不僅能自主研發高性能的機器狗，還能實現工業化批量生產。不管是裝備的性能還是數量，都能滿足實戰需求。這也是中國能把無人作戰裝備玩出各種花樣的核心底氣。如今，國外也在加緊追趕無人作戰裝備的研發方向，但大多都卡在了後坐力、控制和精度校準上，要麼火力不足，要麼精度不夠，要麼後勤補給複雜，怎麼都找不到最優解。而中國不管是無人機還是機器狗，都用最簡單、最實用的思路解決了核心的技術難題，在實戰化應用上走在了世界前面。
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